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谢木君，今天来讲推进城篇的最后一集。慎平召唤惊杀群，在麦哲伦的巨人毒兵袭来着千钧一发之际，将众人护送离开，成功将众人送到了慎平抢来的军舰上。大家在船上拥抱欢呼，这是推进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越狱，也是除了传说级人物金狮子史记的越狱行动之外，第一次有犯人越狱。不过众人还是高兴得太早了，在推进城海域的前面还有巨大的正义之门耸立在那里，只要正义之门不打开，路飞等人就会被困死在这儿，早晚会被麦哲伦追回来。麦哲伦立刻联络手下调遣一艘军舰过来，准备亲自冲上去将越狱犯缉拿回来。不过还没等麦哲伦出手，把守在推进城海域的海军们已经开始了攻击，雨点般密集的炮弹袭向路飞等人。慎平熟练地掌舵躲避，向正义之门驶去。海军的军舰在后面紧追不舍，已经前后左右展开夹击。路飞等人冲破重重迷雾，来到巨大的正义之门前。众人一看眼前这座巨型防御，所有人都笑不出来了，因为正义之门无论如何是不会对他们打开的。慎平一脸漠然，径直冲向正义之门。巴基急得揪住慎平大吼，但慎平却面无表情，好像很有把握带着大家逃出去。后面的海军军舰群死死咬了上来，炮弹雨从各个方向打过来，老沙和路飞各自使用招式将炮弹雨拦截下来。巴基则指挥自己那些狂热的崇拜者进行反击，不过毕竟敌众我寡，海贼们很快就招架不住了。面对紧紧封闭的正义之门，大家面露绝望，已经放弃抵抗了。然而当慎平驾驶着军舰冲到正义之门的前面时，奇迹发生了，正义之门开启一丝缝隙，一道希望之光从缝隙中照出，接着缝隙越来越大，正义之门居然打开了。海贼们一见此局面，顿时又燃起希望，继续跳舞欢呼。后面追击的海军们则一脸迷茫和惊愕，只有慎平面无表情，一切都好像在他的预料之中。推进城门前，一艘军舰靠在推进城的港口，麦哲伦刚要乘上军舰，猛然发现了异常。为什么正义之门会在自己没有授权的情况下被人开启？麦哲伦放弃追击，转身向推进城的中控室赶去。而此时的中控室中，另一个麦哲伦正在向狱警们发布命令，他让手下将正义之门打开，等到慎平驾驶的军舰离开后，立刻关闭正义之门。狱警们虽然对这个命令充满疑惑和怀疑，但并不敢质疑监狱长麦哲伦，更不敢违背，只能乖乖地执行。麦哲伦赶到中控室，推开大门后看到另一个自己，愣了一下，随即他立刻明白了事情的原委。在路飞一队的越狱犯中，能够变成他人样貌的只有一个家伙，那就是人妖冯克雷。小冯不仅哄骗狱警打开正义之门，在慎平等人即将通过的时候，逃命的狱警立刻将大门关闭，并且一脚踹坏了中控室。这样一来，待慎平驾驶军舰离开后，后面追击的海军军舰就会被正义之门挡住，无法继续追击了。慎平的驾驶军舰穿过正义之门时，向路飞说明了事情的经过。路飞听说小冯牺牲了自己去打开正义之门时，急得大吼大叫。慎平则十分沉稳地和路飞说明了利害关系。为了越狱，已经有几百人牺牲了，最后时刻，小冯决定牺牲自己拯救大家。如果这时候回头救小冯，所有人都逃不出来了，那些牺牲的人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。小冯在离开前将自己的计划告诉给了慎平，想要完全越狱离开推进城，必须要打开正义之门，而能做到这件事的只有自己一人。小冯特意嘱咐慎平在离开前都不要告诉路飞，但慎平也是侠义之人，还是决定在正义之门完全关闭前，让路飞和小冯做最后的道别。慎平将一个小电话虫交给路飞，路飞立刻拨通了电话虫。重情重义的小冯不止一次舍命去帮助路飞，最终分别的时刻，路飞实在无言以对。在电话虫的电波即将断开的时候，路飞告诉小冯，大家要走了，谢谢你。所有人跟着路飞一起大声地对小冯喊着谢谢。小冯最终破防，在电话虫这边嚎啕大哭，告诉路飞一定要救出哥哥。小冯话音刚落，正义之门就重新关闭，电话虫的信号随即也断开。路飞等人站在船上，对着推进城方向边哭边呼唤小冯的名字，而小冯已经擦干了眼泪，从容面对毒王麦哲伦。麦哲伦也很给面子，即使气得暴跳如雷，依然等着小冯与路飞等人通完了电话，又问小冯是否还有遗言。小冯微微一笑，死而无憾。麦哲伦猛然出招，对小冯发起攻击。此次推进城越狱的犯人总共有241人，然而这还只是冰山一角，更多危险的人物将从监狱中陆续出现。
重现江湖。监狱 Level 4原本被麦哲伦一击秒杀的黑胡子海贼团从毒液中站了起来，救他们一命的是麦哲伦的手下推进城看守长宇之溪流。此时他已正式加入黑胡子海贼团，成为未来的四皇船员。此时距离艾斯公开处刑只剩下4个小时，慎平驾驶军舰很快驶离了推进城，路飞沉浸在悲伤之中无法自拔。而巴基这边已经和自己的小弟们开启了庆功宴，在船上大吃大喝跳舞唱歌。巴基在一边兴奋过了头，笑呵呵的调侃小冯，虽然是个好人，但是死了也没有办法。路飞一听这样的话，气得扭过头来和巴基大打出手。伊万科夫这边，他的搭档闪电因为中了麦哲伦的毒昏迷不醒。之前的战斗中，伊万科夫也身中麦哲伦的毒液，但他折了自己的寿命，强行注射荷尔蒙，勉强挺了过来。但闪电的情况很不乐观，伊万科夫不想折了闪电的寿命，让他强行恢复，只让他静静休养，自己恢复过来。巴基听说军舰的目的地居然是海军总部马林凡多，吓得尖叫起来。马林凡多即将迎来的是白胡子海贼团和海军的大决战，比地狱还要可怕。前往马林凡多的战场，倒不如回到推进城去接受麦哲伦的制裁。不过军舰已经乘上了世界政府专用的海流，既无法停下来，也不能回头，只能硬着头皮前进。这时船上传来电话虫的声音，大家从军舰的桅杆里找到了海军专用电话虫，路飞立刻接起来自报家门。电话虫那边是来自海军的警告，根据海军的调查，此次越狱的主犯有2个人，一个是路飞，一个是巴基。在推进城越狱事件发生之前，巴基一直保持低调，被海军所忽视。经过此次的调查，海军发现小丑巴基居然是海贼王罗杰的船员，与四皇红发也有很深的交情，是未来海军的心腹大患之一。此消息一出，全场震惊。那些被巴基洗脑的海贼此时对巴基更加崇拜，坚信巴基是一个超级大海贼，全部甘愿对巴基俯首称臣。一瞬间，巴基名声大噪，一跃成为了海贼圈子的名人。巴基惊讶的下巴都要掉下来了，没想到海军居然把这些陈年往事都挖了出来，如此这般一定会成为海军重点打击对象，以后啊想混日子都很难了。不过巴基转念一想，名声大也未必是坏事，这些狂热的追随者中，很多人比自己的悬赏金都高，如果好好利用的话，说不定他们会助自己成为海贼王。巴基狂热粉们知道巴基不想去海军总部，准备一起联手帮助巴基对付路飞等人，夺过军舰。一时间船上杀意四起，不过巴基已经转换了思维，如果自己能够在马林凡多的超级大战中再搞出一些名堂，比如混人头取下白胡子首级，那自己的名气岂不是更大？离四皇或者海贼王的位置岂不是越来越近？巴基想到这些，突然得意起来，站在船上的高处继续给大家洗脑，让众人听从自己的安排，随路飞等人赶到马林凡多。世界的顶点触手可得，大把的名利将在马林凡多的顶上战争后为自己所有。巴基的野心成为众狂热粉丝的人生之光、生命之柱，大家纷纷丢掉武器，表示愿意誓死追随巴基。路飞一伙人的内讧暂时解决了，眼前的还有一个更大的麻烦，那就是应该怎样才能打通往马林凡多的正义之门。现在海军已经知晓了他们一船人的目的，绝对不会将正义之门打开，任他们通过的。如果正义之门不能开启，他们只能在这个海流中无休止地漂流下去。此时押送艾斯的军舰已经抵达马林凡多港口，海军们为了应对接下来的大战，正在紧急疏散马林凡多的普通居民，局势异常紧张，大战一触即发。